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更换电动工具的电池。我已经把它拆出来了，在这边。那我先来讲一下它的故障的状况，就是它变成它可以充电，问题是，它这边有显示，它可以支援15到21伏特的电动工具，但是这颗电池在充的时候，它怎么充，它就大概只有12伏特左右，它没办法再往上充。那结果拆出来，可以看到，在拆之前我就有发现它的镊片上面有中间这一颗都有流汤的现象，像这个有没有？这个都有点类似像生锈。然后当电池拔出来以后，它的排列是这一颗在中间，这一颗在中间。然后拔出来后，我大概检查了一下，坏的最严重的是这2颗。那当然这一颗一看就知道，它前后都有漏液的现象，生锈漏液现象。然后我在之前的影片里面有跟各位介绍到说，如何简单的从外观上去观察这颗锂电池是否损坏。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它的表面都有，它在这个塑胶膜下面，你可以隐约的看到它有好像起鸡皮疙瘩的感觉。这一颗也有，你在摸的时候就会摸到一粒一粒的感觉。基本上这种电池，只要看到是这种电池，这种电池就都没有救了。那为什么这颗是还能蓄电，但是我在拔镊片的过程中，它的点和点粘得太紧，然后在撕的时候有撕开，所以它里面的电解液就流出来，就跟这个一样。所以我在想，这颗会坏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当初厂家在点焊的时候，电流开太大，点破了，所以才变成说它会可能在充电的过程中膨胀，它把电解液挤出来，所以导致整个就是腐蚀越来越严重。然后它那个可能很细微的一个小气孔，它到最后就变成是慢慢的撑大，就整个露出来，这颗就先挂掉，然后再导致邻近的电池跟着就都挂掉了。那这3颗确定是都没有救。像这种电动工具的电池，它多半都有电池座，所以变成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把镊片先解开。那这个解的方式，我在修小米打气机那一篇，我有跟各位介绍。这个镊片在拆，尽量不要太暴力，但是这种东西没办法，你在拆的过程中一定会造成它的损坏。然后就是拆完以后尽量小心，因为这个镊片我们除非你手边有镊片跟点焊机，要不然在拆的过程中就是尽量小心，尽量保持它的完整。然后拆完以后拿一把尖嘴钳，尽量把它夹平，因为到时候我们在焊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个东西。那因为你要分解它的这个电池座，你势必一定要把单面的镊片先解开，这个电池座才有办法拿起来。所以你要先选择一面，把一面的镊片解开以后，然后把电池座拿开，然后电池相对应坏掉这边的电池的镊片也是要解开，
解开以后才能把电池拿出来。那我有大概测量了一下它的电池，就这边这一整排全部都坏掉了，然后其他的电池都不错，因为它变成说你在充电的过程中，它这一组，它这一排，它一直充不饱，所以会变成说它的电流一直往这边冲，所以因为坏一颗，导致它周边的就跟着都坏掉了。我的解决方式是，我找了3颗，因为我之前有跟朋友聊到说，我如果身边的一些内部有18650电池的电器如果损坏，我会先检查看看电池的状况。当然，如果你那个产品也已经很久了，如果坏掉的话，电池可能的状况也都不是很好了。那我平常就是，如果电器坏掉，我会先检查一下它的电池的状况。如果都还不错的，我会把它拆解下来留起来做备用。那像这种电池，基本上，因为说实在话，这种电池也都是成本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们也要像我一样收集这种旧的电池的话，像18650这种，就是尽量找重的，基本上它越重，它的用料会比较实在，然后它的状况也会比较好。像如果你们有看到那种18650拔下来就觉得很轻，那种多半都是偷工减料的，它的容量多半都会虚标。像这个，它就标示电容量是2550 mAh， 这个就很重，这几颗都很重。然后我选3颗，充饱电以后，它的电压相近的，像这一颗。这一颗有 4.04， 然后第2颗 4.05 4.0506， 然后第3颗。电池的测量尽量就是把它充饱电以后再来做测量会比较准。然后你电池充饱电以后，这颗 4.05， 然后你电池充饱电以后，放置一段时间，可能如果时间够的话，放个1-2天再去测它。如果它的置放电太快的话，表示这个电池也都差不多了。像这3颗我充饱电以后，我放了2-3天有了，它的容量、它的电压下降都很低，几乎没有下降了，所以我选这3颗。然后我最后就是我会把它放回去，把它组装进去。然后像这样子，你们电池在拆的过程中，你要去记它的排列方式哦，因为可能像这种多并多串的电动工具电池，它的正负排列可能会有不一样，所以你们要去记得它的排列方式是什么。像这一组就很简单，负正负正负，然后装回去以后，我们就是一样，把它排列好，然后把镊片，因为我手的关系，我没办法很快速的把这个焊接好，所以可能我焊接上我慢慢的自己在焊，然后影片上面我就跟各位解说该怎么去处理。然后当你都组装好以后，
再把那一片焊回去。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只把坏掉的这3颗拔起来，然后换上容量相近的3颗，因为这个看起来它应该是3颗并联，然后5组串联，应该是这样子。然后等焊接完以后再装回去，然后整组再下去充电，就应该是就都没问题的。因为毕竟电池这种东西，其实像手工具电池的话，以目前知道最麻烦的就是木田的手工具，它的原厂电池最麻烦，因为现在它的电池怎么说，应该也是利益上考量啦。它的电池，它的电路板很容易出状况，它会出现所谓的死亡红灯。我手边还很多颗，然后我有尝试想要把它修复，问题是电路板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处理。目前知道的状况就是，如果电池还不错的话，问题是好像没有单独在卖这种它的控制板，所以说我是有打算找副厂的木田电池，然后我会把它的，因为那种副厂的那种都比较便宜，然后可能买回来先使用，等电池的寿命差不多以后，如果它的控制板还不错的话，移植它的控制板。这个可能以后我有机会我会拍影片跟各位聊。那像这种电池更换以后，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镍片再焊回去，一样画葫芦把它做恢复。然后像这种，毕竟这种它是用点焊机下去点的，就是到时候想办法把这个表面稍微弄粗糙一点，然后吃点焊锡，用点助焊机，然后再把它焊回去。你要切记，就是焊接的时间不要过长，因为毕竟电池这种东西都很怕热，所以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先做好。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就先做好你的准备工作，先把这个头，拿个锉刀啊，或者比较锋利的东西，稍微画一下，把它画粗糙一点，像这样子，把它画一下，把它画粗糙一点，它到时候焊锡再咬会咬得比较紧啊。然后像我们在拆镍片的时候，它的点焊点一定会残留在这上面，这个也不用说很刻意的把它敲得很平，就稍微保留它有点凸凸的就好。到时候焊锡再咬也可以咬到这个点焊点，然后全部焊回去以后夹平，像这个我都还没有夹平，尽量把它夹平整，然后上焊锡上回去，然后再装回去壳子里面，这样就 OK 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手的关系，我操作上很多东西的操作上我都很麻烦，所以我可能最近的影片都会以讲解为主。希望各位能够看得懂、听得懂我在说什么。然后你们在维修上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或者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有机会、有时间，或者我知道的，我会再跟各位聊。好了，那今天这个非常简单的手工具电池局部更换故障电池的解说就到这边咯。好，谢谢各位，拜拜。